各位好，我是兴趣闪的摄影先生。那在现在这个时间点呢，运动相机有非常多不一样的选择，有些比较广，有些画质好，有些夜间特别强，然后还有一些360相机。那这么多台到底要怎么选，是很多人的困扰，因为通常运动相机呢，有一台就差不多足够了。那接下来介绍相机呢，就是一台我觉得，如果你选不出你的第一台运动相机的话呢，你完全可以考虑这台相机，也就是 Insta360最新所推出的 Go3S。要加 S，OK，Go3S。那它叫 Go3S 的原因呢，后面会做解说啦。它基本上就是 Go3的进化。那我们接下来呢，就来详细做介绍吧。这次你终于要跑了，上次就我一个人跑，累得要死。这人潮这么多。各位，那我们现在就要来开箱我刚才收到 Insta360的全新商品。好，来，就在这里。这个是 Insta360 Go3S， 然后我们看到它上面这个4K 的 logo， 就代表 Go3 终于进化到 4K 了，哇，超级开心。那这次我收到呢是黑色的版本啊，那我之前其实都是白色的，所以这次黑色呢让我觉得不错。这个打开来。哇 ，Go3 在这里 ，Go3S， 黑色的，我觉得还蛮有质感的，感觉很隐秘的感觉。然后整体大小呢，跟上一代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。本体的材质摸起来有点不一样，它旁边的话摸起来是有点防滑的感觉，然后前面呢是一个磨砂的感觉，保护镜也比之前还要再更大一些哦。那下面的话可以看到这个是，哦，这是新配件哦，这个东西我没看过，我看一下。就是说，它之前都会附上一个配件，是你可以到处贴的，擦干净就可以贴。然后这个盖子呢，就是你拔下来之后呢，你可以把它盖住，让它不会就是粘贴的地方沾到其他灰尘。那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，所以这个盖子呢还不错。这个配件呢，在 Go3 推出的时候呢也有就是你可以卡着 Go3，你也可以卡着本体这样。就是这是一个很好的配件，然后Go3刚好也是这个长度。那接下来看到这个呢，就是挂在脖子上，然后吸Go3的绳子。这一个东西呢变得更厚了，很紧，直着吸或横着吸这样。这个呢是夹帽子的，这跟之前一样。这个呢是Go3的保护套，然后也是一个防丢绳，就是说你这个绳子呢，你可以勾在你的手指头上面，然后你的Go3呢就比较不会不见，这样你拿着的时候呢也比较稳固。那看完以上的开箱还有大量实拍内容之后，如果你觉得这台相机的画质表现不错的话呢，欢迎帮我影片点个喜欢，这对我来说有非常大的帮助，谢谢各位。那今天这部影片呢，主要会讲的是 Go3S 的进化点，所以如果你想要多了解一些 Go3这个相机要怎么去做玩的话，可以先到我之前的影片去做观看。今天主要讲的呢就是进化幅度的部分。那以下呢，我整理了5个重点的升级功能让大家知道说这一代的 Go3S 的进步幅度到底在哪里。那我们就先来看第一点吧。
那第一点呢，就这台相机的整体画质的提升幅度是非常的大。那这台相机呢，提升到了 4K， 跟之前的 2.7K 比起来呢，算是有蛮明显的进步。而且我们直接来看对比哦，它换上了新的感光跟新的广角镜头，整体画质体验呢是有蛮明显的提升，整个边角到中央的解像力都比较好，甚至动态范围也比较好一些。所以整体来说呢，画质你不会说它可以跟什么顶尖的 S Pro 去做对比，但是它的画质体验呢，跟上一代是有明显进步的。所以以我来说的话，我平常影片都是拍 4K， 那之前 Go 3如果加在这边拍 2.7K 的话，偶尔会蛮明显的看得出来说，这一段的画质会比较不好。那如果我现在使用 Go 3S 的话呢，我就可以得到一个很良好的画质咯。所以这一点对我来说呢，是一个必备升级的地方哦。然后在1080p的部分呢，也有升级，这次呢可以录到200帧。所以如果你是喜欢拍慢动作的朋友的话，这台相机的慢动作功能也是有升级的。这台相机的录影的码率呢，这次有到120 Mbps， 比之前呢提升了50%左右。所以 Go 3S 的整体画质提升呢是很明显的哦。那第二个升级重点呢，就是机身方面哦。这两台东西呢 ，Go 3跟 Go 3S 呢，其实长得完全一模一样，只有材质上呢有不一样的改变，还有保护镜呢，Go 3S 比较好转下来一点点，就这样，其他都一样。所以如果你是 Go 3用户，你想升级的话呢，你可以单买单机身，就是你单买这个 Go 3S 的机身，你的 Action Pod 还是共用的哦。这一点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棒，让你省钱只要单买机身就可以得到 4K 的画质。这个拓展舱呢就继续用就好咯。也就是因为他们的配件全部通用，所以你之前 Go 3的所有配件、所有磁吸配件，这一代都可以做使用。那接着它这个转向支架加上它下面这个奈米胶的部分呢，我觉得很棒，因为它有一个收纳盖的概念，所以让我们平常收纳的时候呢更为的方便，就是更不会沾到一些不该沾的东西。所以这个呢也算是一个小小的升级点啦。这前面的开箱呢应该有看过。那第三个重点呢，就是它的功能升级。我先讲一个我个人觉得蛮重要，需要先习惯的东西哦，就是说之前 Go 3的话呢，我都会吸成直的，但如果我要拍横影片的话呢，我还会吸成直的，因为我可以用直的状态拍摄横的影片，这就是 Go 3的重点所在。但是这一代 Go 3S 不一样咯，如果你的相机吸成直的，那它就是拍直的；如果你的相机吸成横的，那它就是拍横的。这一点呢，我觉得还不错，就是好像整体操作更为的直觉，你不用担心你吸直的时候你到底是拍直还是横的，你吸直的就是拍直的，你吸横的就是拍横的。所以这件事情上面的话，我觉得算是一个蛮不错的升级，那不知道大家怎么看？另一个还有很棒的功能呢，就是间隔影片，就是它把延时摄影的概念呢做到影片上面，你可以设定成你每2分钟要拍一次，可能1分钟或30秒的影片，它会自己帮你串成一整支影片，变成一个缩时影片的概念，那我还蛮喜欢的。那我们直接这东西的好处在于说，你可以让它自动记录你的一整天的游玩，你都不用管它，你不用想着我今天现在要录什么，你就是带着它，让它自动帮你生成一整天的欢乐时光这样。那它也会透过它的 AI 去做判断你每一个片段哪里比较特别一点这样。所以这个间隔影片的功能呢，我觉得对于一些你只是想要快乐玩耍的人来说呢，是一个很棒的东西哦。第4个大重点可以说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，也就是传输速度的提升哦。之前 Go 3接上 Action Pod 在传输的时候呢，传到电脑接那个线的传输速度真的是慢到一个我觉得好像回到20年前以前那个速度一样，非常非常的慢。那他们现在呢终于推出了这个闪传伴侣，闪传伴侣多棒呢？第一个你的 Go 3或 Go 3S 直接这样子吸上去就好了，然后闪传伴侣里面呢可以插一张 microSD 卡，你可以插大卡或小卡都可以。然后你的 Go 3只要开机之后呢，它出现绿色的灯号呢，就可以传输给你的记忆卡咯。也就是说，你拍完之后呢，你回到饭店接上闪传伴侣，让它传到 SD 卡，这样就解决了。那接下来你要传到电脑的话，只要把 SD 卡拔出来，直接连到电脑，就可以用 SD 卡的最高速度传输到电脑。这样的传输速度呢，会比 Go 3连 Action Pod 再连到电脑的速度是快非常非常非常多的这样。然后这闪传伴侣呢，下面只有 Type C 还有 Lightning， 所以我们可以直接接我们的手机哦。像这 Type C 拉出来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这样接上手机，这样子插着。那我们这样开机之后呢，就可以看到说，Go 3S 现在呢就是连着闪传伴侣连到我的手机，那它就会亮着绿灯。它亮的绿灯意思就是说，我们现在就可以直接用手机来剪它拍摄的影片。然后这个剪辑速度呢是非常快的，因为它是直接读取 Go 3的档案，
所以说我们在剪辑的时候呢，不但是全画质，不像之前无限传输的时候呢，画质会骤降，这样剪辑起来呢非常方便，输出时间呢也会比之前还要更快。所以闪传伴侣是我觉得这一次最重要的一个东西之一啦，让我们整体的剪辑还有备份速度呢都大幅的提升哦，非常推荐给你们，一定要购买。那第5点哦，为什么我把这台相机称作为是最全面性的相机呢？因为它体积很小很轻，所以你用它们配的那个奈米胶的配件呢，粘在哪边都很方便，因为它很小很轻，所以你那个粘力呢就非常的足够，基本上都不会掉，不像其他运动相机比较重，你还要用一些比较强的配件去做粘着，那它不用，因为它够轻。然后不管是帽子夹或是第一人称拍摄呢，都可以让你真的拍摄下你当下真实的感受。然后最全面点就是说呢，它还可以变成一般的运动相机，也就是接上 Action Pod。这就是为什么如果你还没买运动相机的话呢，这台相机可以说是最适合你的。你有一般的形态，你也有拇指的形态。然后就算你之后升级更顶级的运动相机 Go 3跟 Go 3S 的地位呢还是不会变，因为它就是一个最没负担的相机，你可以放在这边放在这边都不会有什么重量的感觉，可以好好的记录你的游玩过程哦。虽然说我有那么多台运动相机，但是我这2-3年用下来呢，我最喜欢的真的是 Go 系列，尤其是 Go 3跟 Go 3S， 我自己呢是没有遇到过热啦，但是某些环境下它可能还是会过热，但我觉得跟 Go 2比起来呢已经少非常多了，让我吸在这边呢常常可以好好的拍摄我的相机操作逻辑。大家看我之前的影片呢，应该有蛮多那种第一人称的画面，那都是用 Go 3去做拍摄的哦。那现在到了总结时间了，这台相机呢，除了以上那些优点以外，其实我觉得有一个缺点要跟各位做说明哦，就是说这台相机的夜拍表现呢，真的不是很好，但它已经比上一代更好了。毕竟它的镜头就这么小，感光度这么小，你其实很难跟一些手机又或是比较大台的运动相机去做对比。如果你知道夜拍好一点的话呢，我会推荐你买 S Pro， 因为 S Pro 的夜拍真的是目前最强的，没有之一哦。所以说这个夜拍不好，我其实个人觉得。你可以说它算缺点，但我觉得不是很严重，因为我用这台相机主要想要达成的目的呢，是我的第一人称视角，这是我最喜欢的玩法之一。所以夜拍这一点呢，我不知道你们怎么看，但我真的觉得是缺点，但真的也还好。好啦，以上就是关于 Go 3S 的完整介绍，希望各位喜欢。如果这部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呢，欢迎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打开小铃铛。我是兴趣闪的摄影师 Angel，谢谢各位，拜拜。